大家好，欢迎来到复原山海图系列视频。上一集我们谈到《山海经》里的矿物，这一集我们将继续沿着《山海经》的线索，探索河流源头的秘密。水是生命之源，人类文明的诞生与发展几乎都伴随着大河。尼罗河、两河、印度河、黄河、长江，大河滋养土地，孕育农耕，也塑造了早期文明的边界与方向。也正因为如此，自有文明以来，人类便一直在追问一个问题：这些大河究竟从哪里来？然而，寻找河流源头从来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要探索一条大河的源头，往往意味着要翻越重重大山，穿过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进入野兽出没的无人之地。对于任何时代的人来说，这几乎都是一项堪比登天的任务。更复杂的是，河流源头的判定标准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并不完全一致。今天我们判断一条河流的源头，通常遵循河源为远的原则，也有人以水量作为判断依据。几千年来，地理环境与气候条件不断变化，河流可能改道，水量可能增减，流程可能改变。古人记录的河源究竟在哪里？这也正是我们研究《山海经》必须面对的问题。首先是黄河。今天，黄河的正源被认定为卡日曲，它发源于青海省巴颜喀拉山北麓的各孜各雅山，山脚下几个泉眼溢出的清水，就是后来咆哮万里触龙门，奔流到海不复回的黄河最初水流。很少有人知道，黄河正源的最终确定是经过几千年一代又一代人的持续探索，直到1978年才最终确定的。在本系列第4集《大河之源》中，我们已经讲到，《山海经》中的黄河源头位于昆仑虚，即今天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城以东，杨桥畔镇、天赐湾镇、龙州镇一带。上古先民把昆仑认作黄河的源头，除了地理因素，还有政治和宗教的考量。昆仑不仅是他们理解黄河水系的起点，也逐渐成为上古世界观中连接山川、王权与神圣秩序的重要象征。接下来，我们来看长江。《山海经》中次9经中，关于江水的记载非常特别。书中写道：右东北300里，曰名山，江水出焉，东北流注于海。又写右东北140里，曰来山，江水出焉，东流注大江。还写右东150里，曰居山，江水出焉，东流注于大江。也就是说，对于长江，《山海经》并没有只给出一个源头，而是直接给出了3个源头。根据复原后的山海图，这3条江水分别对应岷江、金沙江以及南广河，它们最终交汇于今天四川宜宾地区。这说明，在《山海经》所反映的那个时代，文明的触角可能刚刚抵达四川宜宾一带。先人们已经知道，在宜宾以上有多条重要水系共同汇入大江，但是他们还没有能力继续深入高原腹地，找到长江真正意义上的最远源头。秦汉时期，人们普遍认为长江发源于岷山。到了宋明时期，人们逐渐确认金沙江才是长江正源。清朝时期，通天河被发现为长江的更上游。直到1976年，现代科考才最终确定沱沱河为今天所认定的长江源头。从岷山到金沙江，到通天河，再到沱沱河长江源头的探索，本身就是一部中国地理认知不断向西推进的历史。再来看渭河。《山海经·西次4经》中记载，右西220里，曰鸟属同穴之山，渭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河。按照传统理解，渭河源头位于甘肃省渭源县的鸟属同穴山，现代地理学也将那里认定为渭河正源。但是在复原山海图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山海经》中所说的鸟属同穴之山，
很可能位于西山首经中播种之山东侧。这个位置对应今天陕西省宝鸡市凤县平木镇一带，也是渭河一级支流清江河的发源地。也就是说，按照复原后的《山海图》《山海经》中所记载的渭河正源，并不是今天甘肃省渭源县的渭河源，而是今天陕西宝鸡凤县一带的清江河。如果把这个位置与现代渭河正源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两地相距甚远，直线距离大约有290公里。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武藏山经时代，甘肃天水、陇西一带可能仍受到古代西海范围的影响，而且人烟稀少，绘制者并没有继续向秦岭西侧更远的地区寻找渭河源头。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线索，来自禹贡。禹贡中记载，岛位自鸟属同学，东汇于丰，又东汇于荆，又东过七举，入于河。这里的丰水就是今天的丰河，荆水就是今天的荆河，七举水则对应今天的石川河。这些河流都位于关中盆地之中。从空间关系看，丰河口到荆河口约30公里，荆河口到石川河口约23公里，石川河口到渭河入黄河处约90公里。复原山海图中的鸟属同学之山，与丰河口的直线距离约为160公里。相比之下，甘肃省渭源县鸟属同学山与丰河口的直线距离约为430公里。还有一个重要细节值得注意，禹贡中所记载的渭河支流几乎全部位于今天陕西境内，而甘肃境内的渭河上游支流，禹贡却一条也没有提到。比如渭河上游一条非常重要的支流葫芦河，在禹贡中完全没有出现。这些证据表明，甘肃渭源县一带的渭河正源很可能并没有被上古时代的绘图者和地理记录者真正找到，或者至少没有被他们认定为渭河源头。今天甘肃渭源县的渭河源也被称为鸟属同学山，极有可能是后人根据经典记载进行的附会。类似的情况还有汉江的源头播种山、汾河的源头管岑山、滹沱河的源头太系山等。最后，让我们翻过秦岭来寻找汉江的源头。《山海经·西山首经》中记载，右西320里，约播种之山，汉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沔；萧水出焉，北流注于汤水。根据复原后的《山海图》，汉水源头所在的播种之山，因位于今天陕西省宝鸡市凤县黄牛铺镇、红花铺镇、河口镇一带。这里是汉江支流包河的西源，车道河的发源地。历史上，关于汉江源头的归属一直存在争议。有人主张以包河为汉江正源，也有人认为陕西省宁强县北的播种山石牛洞才是汉江正源。直到2011年，长江水利委员会才最终确定，汉江正源位于陕西省宁强县大安镇的汉王山。但是从《山海经》的记载来看，汉水东南流注于沔，这说明在武藏山经的体系中，汉水与沔水可能并不是完全相同的概念。因此，我们认为今天宁强县境内的汉江正源更有可能对应武藏山经中所说的沔水，而《山海经》所记录的汉水源头则更接近陕西省宝鸡市凤县黄牛铺镇、红花铺镇、河口镇一带。从黄河到长江，从渭河到汉江，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现象：《山海经》并不是一部站在现代地理高度上完成的全国地图说明书，它所记录的是先民在当时有限交通条件、有限活动范围、有限地理认知之下，对山川河流所做出的观察、记录与推测。有些河源他们已经找到了，有些河源他们只找到了下游交汇处，还有一些河源他们记录的是当时文明边界内能够抵达的最远地点。也正因为如此，《山海经》中的河流源头
并不总是等同于今天现代地理学认定的正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价值，恰恰相反，它为我们保留下了一个极其珍贵的历史地理切片。它记录了几千年前中国先民对山川水系的认识边界，也记录了文明向山地、高原、盆地和荒野不断推进的过程。河流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古人问了几千年，今天我们仍然在继续追问。而复原山海图的意义，正是在这些古老的文字与今天的山川之间，重新建立一条可以被理解、被追踪、被验证的道路。这一集我们看到的不是简单的河流源头问题，而是一场跨越几千年的地理探索。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本视频，请点赞、订阅、分享，欢迎大家留言和讨论。哪里能买到本书？复原山海图，美国南方出版社官网 https://3w.dwpcbooks.com/，亚马逊 Amazon 官网 https://3w.amazon.com/，巴诺书店 Barnes & Noble 官网 https://3w.barnesandnoble.com/，输入书名复原山海图或书号978-1683-727-026即可找到本书。谢谢惠顾。